亡灵离开古神之地后，来到碎星乱，这里充满了神秘力量，无论是进入还是离开，都必须战胜与自己修为相等的分身。由于其内部的极端危险，碎星乱逐渐成为了人迹罕至的地方。一日，两位剑修，一位青衣女子和一位中年男子，一前一后的飞入此地。女子名为云飞，面色苍白，被身后的乾坤追击。云飞逃1个多月，依靠师门秘术才得以暂时脱身。只是秘术耗费巨大，他已无力再次使用，慌不择路之下，竟误入碎星乱。乾坤是结丹中期的修士，对云飞怀中之物，一块记录着岐黄门珍贵丹药配方的玉简，志在必得。他并未全力追击，而是以戏谑的方式逼迫云飞，算准他不敢进入碎星乱。云飞在绝望中停下，请求乾坤放过自己，但乾坤不为所动，只关心玉简。云飞提出将玉简内容拓印给乾坤，以求自保，但乾坤在得到拓印后的玉简时，并未遵守承诺，反而加速追击。云飞在绝望之际准备自尽，却被碎星乱内突然出现的空间裂缝所震惊。裂缝中，一位白发青年亡灵平静地走出，他额头的星点散发着紫芒，身后的巨大裂缝在他一挥手间迅速闭合。亡灵的出现让乾坤和云飞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亡灵释放出一只小兽，是探碎星环的规则，发现分身无法复制他的极境神识，于是决定亲自穿越碎星环。亡灵的行动让乾坤和云飞都感到敬畏。乾坤意识到亡灵的实力远超自己，而云飞则将生机寄托在亡灵身上。亡灵身子从容向前移动，但他刚刚走出10里，突然四周的碎石蓦然间闪烁浓密的白光，白光一闪即逝，2个与他一模一样的分身顿时出现。面对2个分身的攻击，亡灵准备利用自己经过古神重组后的身体力量进行反击，看看到底具备什么样的威力。亡灵利用古神传承的法诀产生了一股奇异的推动力，使得分身的法宝释放时机出现了短暂的停滞。紧接着，亡灵以万钧之势迅速冲向分身，将其中一个祭出神秘化轴的分身直接撞散，化为碎石粉末。他的目标明确，行动果断，避免了可能因化轴而产生的不必要麻烦。另一个控制毒剑的分身在亡灵的残影静止面前也显得无力。亡灵的古神肢体和极境神识让他在这场追逐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。分身的速度和身体强度无法与亡灵相提并论，最终也难逃被撞散的命运。亡灵没有在碎星乱中浪费时间，他化作一道奔雷，直线冲出，一路上遇到的分身无一能阻挡他的脚步。他的极境神识和古神肢体赋予了他无与伦比的力量，使得他在短短几息之间就势如破竹地冲出了碎星乱。碎星乱对亡灵来说已经不再具有威胁，他的极境神识和古神肢体是碎星环无法复制的，这使得他在这场考验中显得游刃有余。亡灵的实力已经超越了结丹期的极限，即便面对元婴期的修士，他也有了自保甚至战胜对方的信心。虽然元婴期的修士拥有翻天覆地的灵力变化和瞬移等强大神通，但亡灵现在的实力已经让他有了挑战元婴期的底气。他心中虽然对能否战胜元婴期修士还有一丝不确定，但他的极境神识、古神肢体和众多法宝都给了他足够的自信。在成功穿越碎星乱后，亡灵没有兴趣介入乾坤和云飞之间的纠纷，于是他以平静的语气询问：距离此地最近的城池在哪？在亡灵走出的瞬间，乾坤脸上露出极其恭敬之色，内心却是紧张万分。云飞迅速回答亡灵的问题，告知麒麟城的位置，并在回答时展现出自己的女性魅力。然而亡灵对他的魅惑不为所动，他的目光并未在他身上停留，这让云飞心中略感失望。尽管如此，云飞并未放弃，他心中暗自思考，认为如果能获得亡灵的庇护，即便是魔宫主人也难以对他构成威胁。乾坤在云飞之后补充说明了麒麟城没有化神期修士的存在，并且整个修魔海内化神期修士都非常稀少。他的回答中透露出对亡灵的敬畏，并且提到了200年前几个著名的化神修士在这碎星乱内消失的事件，这让他的面色突然大变，似乎意识到了什么。亡灵注意到了乾坤的异常反应，他的目光如寒冰一般询问了200年前消失的化神修士的具体情况。云飞回答说，4位失踪的化神修士包括毒魔宫公主孟庆凡、七梅之地城主端木吉、玄天宗宗主六欲魔君和天魔洞的化神老怪谷地。这4人的失踪成为了一个传说，他们的门下传人200年来一直在寻找他们，但没有任何线索。亡灵虽然表面上保持冷静，但内心却感到震惊，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在古神之地中已经度过了200年的时间。他收起了内心的感慨，转而关注乾坤，因为乾坤之前的反应和他是毒魔宫弟子的身份，让亡灵怀疑他可能知道一些关于孟驼子的信息。乾坤在亡灵的注视下感到极度恐慌，他跪在地上恳求亡灵饶命，并保证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也不会乱说。亡灵目光扫了乾坤一眼，问道：孟驼子是你师祖？乾坤在亡灵的询问下确认了孟驼子正是他的师祖，然后向亡灵透露了孟驼子进入碎星乱寻宝的隐秘。亡灵在听完乾坤的叙述后开始沉思，乾坤则在极度的紧张中悄悄地准备了自己的储物袋，随即突然扔出一把黑色沙子，试图逃脱。
王林不慌不忙，用毒箭轻松化解了乾坤的攻击，并且派出魔头许立国追上并吞噬了乾坤的神石，夺回了金丹和储物袋。王林吸收了金丹，将储物袋收好，并用小火球将乾坤的尸体化为灰烬。这一切被云飞目睹，他感到极度恐惧，意识到王林的修为深不可测，且行事风格冷酷无情。王林询问云飞如何报答他，云飞则提出自己拥有麒麟城的居住身份，并且对修魔内海极为熟悉，愿意为王林提供帮助。王林对云飞施加了禁制，确保他在3天内若没有自己的解除，就会遭受极其痛苦的死亡。随后他命令云飞带他前往麒麟城。在飞行过程中，王林展示了他精湛的引力术，几乎不消耗灵力，而云飞则对王林的手段感到震惊。在前往麒麟城的途中，二人几乎没有交谈。当遇到不定时出现的深蓝极光群时，云飞解释了情况，并建议绕路而行。王林同意了这个建议。3天后，云飞体内的禁制发作，经历了难以忍受的痛苦。之后王林解除了禁制，使云飞彻底放弃了任何反抗的念头。王林通过控制魔头的手段，有效地操控了云飞，确保了他的忠诚和服从。王林对云飞并无亲近之感，若不是因为他对他有一定的利用价值，并且为了防止自己从碎星乱离开的秘密泄露，他早已不会留下云飞的性命。王林清楚，一旦端木吉、六欲魔君、孟驼子、古帝这4人的门下弟子得知他从碎星乱内走出，将会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和追杀。为了避免这些麻烦，他认为彻底灭口是最简单且有效的办法。王林心中一直后悔多年前在赵国的一次心软，当时他没有听从张虎的建议杀掉目击者，而是选择了使用失忆法术。他后来认为，正是那些没有被灭口的凡人，导致了即墨老人的报复和藤化元玄孙的追杀，从而引发了一连串的灾难，包括家族的灭亡和父母的死亡。这一切让王林的性格从淳朴变得冷酷无情。王林心中明白，没有人天生就是冷酷无情的，所有的改变都是生活所迫。他有时会想，如果当初没有踏上修真之路，他的人生将会完全不同。但现实没有如果，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面对现实，继续前行。在云飞的引领下，王林和云飞终于到达了麒麟城。麒麟城是一座巨大的城池，其规模远超过南斗城，整个城市外形就像一只巨大的麒麟兽，每一处鳞片就是一个洞府。麒麟城内部有一个庞大的方室，出售着各种材料、功法和法宝。麒麟城由城主府管理，城主府的实力强大到足以使所有外来门派都必须遵守其制定的规则。王林和云飞在城门外等待进入时，观察了城门守卫和过往修士的互动，注意到即便是结丹期修士，对守卫也保持着一定的尊重。进入麒麟城后，云飞带王林来到了他的居所，一个位于麒麟兽背部鳞片上的洞府。王林在洞府内检查了控制洞府的法阵，并警告云飞不要泄露他从碎星乱走出的秘密，同时承诺在离开修魔海时会解开他的禁制。王林再次施加了一道禁制，确保云飞不会背叛他，并将洞府用禁制一分为2，与云飞的居所隔开。他随后召唤出了得自古神之地的第2魔头，一个巴掌大小的虚影，他安静地飘在半空，等待王林的命令。王林利用自己的吞魂神识将第2魔头隐藏起来，随后命令他悄然落在云飞的发髻上，而云飞对此毫无察觉。王林沉浸在对古神之地经历的回忆中，思考着自己所获得的传承以及可能面临的威胁。他意识到，血海主人一旦离开古神之地，自己将会面临极大的危险。因此，他决定在麒麟城整顿后寻找古传送阵，以便快速离开修魔海。王林手中有足够的极品灵石来启动传送阵，但在那之前，他需要对古传送阵进行深入研究。此外，王林也在努力提升自己的修为，尽管已经达到结丹后期，但结阴始终很难。他怀疑这可能与自己的极境状态有关。在麒麟城，他希望找到有关极境的典籍，以便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状态。在洞府内，王林还检查了从古神之地得到的储物袋，发现了一些法器。他注意到其中一些法器上留有其他修士的神识，阻止他据为己有。经过仔细研究，他发现其中一面古铜色镜子的神识可以被自己化解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，王林成功地将这面镜子炼化，并了解到它的分身相关作用。王林在洞府内闭关期间，云飞体内的禁制多次发作，每次都是由王林通过第2魔头为他化解。云飞曾试图寻找高人破解禁制，但均以失败告终。他的行为引起了王林的注意，他通过第2魔头观察到云飞的秘密动作，对他的小伎俩心生杀意。云飞在王林的石室外表现出一副恭敬的样子，但王林并未露面，而是在他离开后悄悄地跟了上去。在麒麟城的炼器阁内，王林购买了一些材料和一枚记录古传送阵的玉简。他注意到了一张熟悉的蛟龙皮，询问了其来历，得知这张皮是在200年前由一个丹炉换取而来，这让他回忆起了过去的一些事情。尽管心中有所感触，王林还是冷静地离开了炼器阁。回到洞府后，王林开始制作镜幡，这是一种与他所知的炼器术截然不同的法宝。他按照玉简中的指示，以精血之灵气祭炼镜幡，目标是在其上打入999个禁制。在制作过程中，
王林发现每个禁制最多只能被吸收9次，否则之前的禁制也会消散。他在深夜里不断尝试，同时关注着云飞的行动。当王林准备离开洞府前往方室时，云飞拿着一个古老的丹炉离开洞府。王林决定跟随他，以探究他的目的以及丹炉的秘密。云飞离开洞府后，迅速向城外的山脉城门飞去。他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全身包裹在黑衣中的神秘人。黑衣人并未多言，而是转身离开。云飞犹豫片刻后，决定跟随其后。王林通过第二魔头远远观察到这一切，他如同幽灵般跟在后面。在一座被黑雾笼罩的山峰下，云飞和黑衣人停下。云飞按照某种仪式请求帮助解除体内的禁制。黑雾中的声音让他上山谈话，而黑衣人则被命令离开。王林在1000里外的山崖上召唤出魔头许立国，让其去拦截即将离开的黑衣人。云飞在山顶的小亭中遇到了一个中年男子，对方表示可以解除他的禁制，但需要知道禁制的来源。云飞提出以丹药作为交换，但中年男子坚持要知道禁制的施加者。在一番交涉后，中年男子开始尝试解除云飞体内的禁制，但在这个过程中，第二魔头突然发动攻击，将云飞的神识吞下，导致他当场死亡。随后，第二魔头收集了云飞的遗物，准备逃离现场。中年男子邱四平见到这一幕后，想要阻止第二魔头，并使用一面小鼓召唤出黑雾和魔兵包围他。第二魔头展现出强大的力量，成功抵挡住邱四平的攻击，并以神识攻击反击。邱四平虽然受到冲击，但依靠一件黑色木头法宝的保护，勉强存活下来。王林此时现身，以冰冷的声音质问邱四平。邱四平意识到王林的强大，急忙解释自己的行为只是一场误会。王林不给对方太多解释的机会，直接发动攻击，展现出他的极尽神识。邱四平虽然再次依靠黑色木头法宝保住一命，但已经身受重伤。恐惧之下，他试图以言语打动王林，提出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提议。邱四平告诉王林，他知道一个地方，那里有至少2个归西中的元婴，若是能吞噬这些元婴，结婴的成功率将大大提高。他想要以这个秘密换取自己的性命，并诱惑王林与他合作。王林对邱四平的话表示怀疑，给他3句话的机会来说服自己。邱四平在压力之下迅速说出了自己的提议，希望能够打动王林，避免被杀的命运。